换盆后多肉迟迟不生根的有没有？上盆后多肉根系不健壮、脆弱细长的有没有？本来好好的多肉突然烂根的有没有？养着养着多肉突然就出来虫子的有没有？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日常养护以外，还与多肉的配土有关。养花先养根，养根先配土，可以说一棵花也好，一棵多肉也罢，后期会不会长得很好与根的关系最大，而根的好坏是配土决定的。今天就来好好说说配土。首先，从花市里买回来带盆的多肉植物，最好是都换一下土。理由一，花市的土壤病虫害较多，比如腐叶土干脆就不要用，或者直接是黄泥，结板严重，根系容易被闷死，所以这样的土直接扔掉吧。理由二，即使是大棚里生产用的土壤，也不适合在家栽种。为了幼苗生长更迅速，大棚里基本都采用泥炭土加珍珠岩的混合土壤。这些土壤是可以用来进行2次混合后使用的，不要扔，初期是没有问题的。但生长1年后，土壤会结板，浇水浇不透，夏季一热就死。所以怎么都要换土，不如一步到位为好。以我对土壤的实验和观察，得出了现在使用的配土方法。配土原则简单，原材料容易找到，容易自己配比，适合大部分多肉植物。大家好，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花花干啥啥不行，养多肉第2名。今天介绍一下适合多肉的万能的配土方法。我强烈建议你收藏并看完本期免费视频，否则用到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得到。配土方式建议泥炭土比粗沙使用1:1的比例。当然，泥炭土不环保，如果愿意为环保出一份力，也可以调整为混合物和粗沙1:1的比例。混合物使用70%泥炭加30%椰糠。为什么泥炭土不环保？泥炭土采集自湿地，把湿地的水抽干后往深处挖掘出来的就是泥炭土了。不过泥炭土在园艺上使用非常广泛，生根效果也很好。目前全球都在寻找替代品，并减少用量。椰糠是非常好的一个替代品，但使用椰糠栽种多肉植物，在后期养护上比较麻烦，根系脆弱，容易僵苗，夏季容易腐烂等。所以可以采取与泥炭土混合使用，但椰糠比例不能过多，所以才变成了泥炭土70%和椰糠30%的混合方式。对于一些根系较弱或无根的品种，为了追求生根速度，可以在这个混合土壤整体比例里再混入10%至20%赤玉土。赤玉土生根效果是目前见过土壤里最好的，但不能使用太多，也最好不要用来铺面。我们购买的多肉盆土中，很多时候会有珍珠岩，这是大棚里生产繁殖时会加入的。珍珠岩的作用是保持土壤疏松透气程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颗粒作用。而粗沙本身就带有颗粒，所以这里可以代替珍珠岩。珍珠岩在搅拌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吸入肺部后是无法排除的，对人体有极大危害，所以自家用土最好就不要使用珍珠岩了。粗沙是什么呢？大家装修时家里会买很多水泥和沙子吧？用来磨水泥贴瓷砖的沙子是筛过的细沙，粗沙是筛细沙后淘汰下来的，一般沙场会直接扔掉，不过也有直接卖粗沙的。直接问卖沙的人就知道了。一定要河沙，不要用海沙。部分河流边上也会有很多粗沙，甚至山上的风化岩，目前被称为黄金麦饭石。韩国使用较多，也可以直接用来当粗沙使用。但这些材料由于采集自大自然，难免会有许多的微生物和病菌，所以在混土时可以加入一些多菌灵一起混合，比例随意。注意，多菌灵只是预防作用，已经生病的植物喷洒多菌灵是没有效果的，也不能杀虫。经过筛网后的颗粒粗沙，多少都会残留一些细沙在上面，是没有关系的。多肉植物的土壤非常关键，许多花友的多肉在生病后要进行修根，或者本身就脆弱需要养根，这时候如果土壤再出问题，根系长不出来，肉就悲剧了。所以对待土壤一定要认真，就像给自己的孩子选择食物一样。土壤中加入粗沙后有什么变化和好处呢？经常在花市或者大棚购买多肉植物的同学们会发现，基本上土壤都是泥炭土加珍珠岩混合物配置，非常轻，拿回家后养一段时间就会出现腐烂，
不健康缺水的表现。夏季也非常难养护，这样的土壤生根速度很快，但根系脆弱细小，植物也就跟着变得虚胖起来。加入粗沙后生长的根系非常强壮，能够看到肥壮的根系，植物也会变得更加强壮，牙好胃口就好。许多人以为长不肥是没有施肥的原因，并不是肥料的关系，这是个大误区。下面来看几组参考图，以下为2种土壤不同的多肉植物红宝石。左图为泥炭土加椰糠加珍珠岩，右图为泥炭土加椰糠加珍珠岩加粗沙。泥炭土加椰糠加珍珠岩的根系非常脆弱，轻轻一扯就断了。配土为泥炭土加椰糠加珍珠岩加粗沙的，根系强壮，能够从图片明显看出来。另一组例子，熊童子，配土是泥炭土加珍珠岩。目前国内大部分大棚生产都采用这种配土方式，主要是便于管理，素材采集方便，节省人工。根系情况，熊自身的根系就属于较粗壮的，但在泥炭土里却变得很纤细。4. 生根速度怎样？粗沙加的越多，生根速度就越慢，缝隙大，根系扎不进土壤，不能从土壤中吸取水分，所以植物才会瘦弱。所以要慎重选择铺面时，对于幼小、根系较弱的多肉植物，一定不要使用大颗粒铺面，所以要使用松软的泥炭土加粗沙1:1配方。泥炭土生根有奇效，小伙伴实验的切根多肉植物法比奥拉，拿到后晾干3天，再放到配好的土壤上浇水1次，1周时间已经长出不少根。请无视底部黑掉的叶片，是运输过程中造成的叶片损伤，清理拿掉就可以了，不是黑腐。加入粗沙的土壤也并不是不适合栽种幼苗，反而用来栽种幼苗会更健壮漂亮，只是生长的个头会小一些。另外还有许多小伙伴是不是连黄金万年草都养不好呀？草就是草吗？是非常喜欢沙质性土壤，也很吸水，土壤中粗沙比例超过70%，在地面非常保水，光线也不是很强的环境会生长迅速。养不好草的，大家自己参考这个环境吧。80%以上粗沙比例的话，黄金草会像疯了似的蔓延生长。还有许多珍珠吊兰养不好的小伙伴们看过来，同样是用废弃的多肉植物用土混合花园里的沙土后直接使用就可以了。这样的土估计大家都不敢想象吧？怎么可能种活？但奇迹就这么发生了。其实花园生活还是蛮随意自在的，会让人觉得更轻松，而不是负担。剪下来的珍珠吊兰留出一段埋在土里，最后再剪点碎石铺面，新一盆珍珠吊兰完成了。推荐大家多种珍珠吊兰和紫弦月，生长迅速，素材多多，用都用不完，用来布置花园最好了。土壤100%粗沙的配土，生石花、大戟科、玉露、青索龙等都还活得好好的。其实想想，在南非原生地不也是这样吗？自然界里也必然会有死亡，适者生存，活下来的都是最强悍的。除此之外，莲花掌鱼类也是非常喜欢沙质性土壤的，所以栽种它们时也用了超过60%比例的粗沙，赶快动手换土吧。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关于多肉植物配土你学会了吗？如果有其他意见，欢迎评论区交流。到了秋季，气温有所下降，但是中午时还是要注意遮阴，尤其有雨的天气特别要注意。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